对中国93阅兵反应最大的，并不是吓得连夜给国防部改名的美国，反而是刻意错过了纪念活动的印度。毕竟特朗普即将砸入的10亿美元，除了给整个部门的 logo 来一波大升级外，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。而莫迪却是在发现中印武器代差过大后，真的投入海量资源，搞出了一个15年国防计划，将核动力航母、无人作战装备等先进武装力量都纳入了考量。可有意思的是，与美印两国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不同，俄罗斯却在此次阅兵后表现出了心情大好的状态。中国阅兵的余威似乎已经将莫迪逼到了绝境，以至于身为老先的他都不得不狠下心选自己一把。反倒是普京凭借与中国的友谊，无形中就形成了场外最大的赢家。要说此次中国阅兵最大的特点，那无疑就是一个新字。2015年胜利日阅兵还只是展示了广为人知的冰山一角，但仅仅10年的时间，中国军队就以一种全世界都快看不懂的姿态重回了大众的视野。海陆空全覆盖的无人作战装备已经令各国应接不暇，更不要说还有激光武器、战略威慑导弹等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中的作战单元。通过10年的体系化改革与现代化整编，中国军队对内展现了这10年来的蜕变，同时更是向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，中国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防御的角色，而是能在战略层面主导局势的强大力量。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追赶，更是进入了引领的新阶段。因此在9月3号当天，国际舆论几乎被中国阅兵的画面刷屏，全球媒体也不约而同地把镜头对准北京。这也是为什么从9月3号开始，印度和俄罗斯的反应就格外引人注目。作为基于中国有合作又存在微妙战略竞争关系的邻国，俄印的表现必将直接展现出当下国际格局形势的演变。如果说哪一个国家在93阅兵之后显得最为不安，那一定非印度莫属。毕竟印度可是一个时不时就会打出边境牌，并通过制造摩擦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国家。而这也就意味着与中国之间的军力差距必将成为印度最敏感的神经。在过去20年间，由于抱上了美国的大腿，印度便理所当然般对外宣称自己正在崛起，为此甚至不惜罔顾现实的渲染其大国地位，只为寻求心理上的平衡。可从去年开始，这条已经形成依赖的老路却突然变得坎坷起来。为了响应美国产业链替代的号召，印度制造的口号就被提了出来。但想让制造业蓬勃发展，基础设施的不完备显然就成了印度亟待解决的难题。于是莫迪政府在去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，力图为制造业开辟一片天地。不过莫迪显然忽视了印度的基本国情。作为一个将种姓制度融入种族天赋的伪现代化国家，印度 40% 的土地始终掌握在 1% 的地主手中，突然就要大搞土地改革，这岂不是说要了高种姓们的命？面对莫迪这个背叛阶级的敌人，地主老爷们果断奋起反抗，发动佃户、农民上街抗议示威，差点直接断送了莫迪的执政生涯。再加上特朗普上台后又突然挥起了关税大棒，激起了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，这就让莫迪不得不赶快想办法转移矛盾，来舒缓国内的政治压力。根据常规思路，发动一场对外战争显然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解题思路。可不知是不是这几年光顾着捞钱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，居然让印度在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印巴冲突中拉了大垮。拿着法国先进的阵风战机和战场先发优势，还能打出被中国歼10完败的战绩，这就让印度这些年来做出的大国伪装被彻底扒了个干净。尤其是中国此次在阅兵中展现出来的空军力量，让大放异彩的歼10都成为了陪衬，这无疑就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摆到了印度面前。中印在军事科技上的差距正在被无限拉大。于是从9月4号开始，印度的舆论场就不断爆出粮食价格上涨、青年失业率高居等问题。民众们都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，认为其过度强调大国崛起而忽视民生。阅兵带来的心理落差直接放大了印度内部的所有社会矛盾，这就给莫迪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，以至于不得不立刻拿出一份看似合理，实际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落地的国防计划，来平息民众的愤怒。印度现在的处境可谓是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，对于一个迫切需要找到心理安慰的国家来说，谁还管你美国优不优先？印度现在只想以自己的国防战略为第一要务。因此就在国防计划提出的前一天，印度财长尼尔马拉·希塔拉曼就先一步强硬表示，印度还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。印度忤逆美国的表态，或许依旧存在着倒卖石油赚取差价的心思，但在此之外，恐怕也多了几分储备能源资源，以备国防工业续命的长远考量。听闻印度愿意和美国翻脸，继续购买自己的石油，普京估计做梦都能笑醒。毕竟在莫迪的国防计划中，除了核航母与舰载弹射系统之外，还明确表示与法国达成了200亿美元协议，将继续增购114架阵风战机与500枚高超音速导弹。
先不说这些武器装备将会在未来消耗多少的能源资源，单就印度在实现国防计划期间带动发展起来的配套产业，就会成为一个吞噬能源的巨兽。试想，未来15年内，印度都会因为能源安全与俄罗斯深度绑定，也就是说，这么多年内，俄罗斯不再需要为美西方的制裁而头疼。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好事。再者，大把的廉价石油你印度都买了，那廉价的俄制武器装备要不要也来一点？要知道，印度70%的装备体系都源自苏联与俄罗斯的传承，这也就意味着印度想要摆脱对俄制武器装备的依赖，更是成为了不可能。这不，还没等莫迪开口，普京就主动凑了上来，表示愿意对印度转让5代战机苏57的生产线，还配套出口苏34战略轰炸机。这印度就算是含着泪也得买呀。最关键的是，普京如此押宝印度，也只是俄罗斯战略的一环。在阅兵结束后，普京还展开了一系列连环布局。首先是能源合作，中俄双方突然重启了搁置多年的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道，年供气量高达500亿立方米的管道项目，一签就是30年。这不仅仅是为俄罗斯带来数百亿美元的稳定收入，更是被西方制裁多年、经济困境加深的俄罗斯的额外保障。此外，在中国收获颇丰的普京，在结束了中国之行后，转身就奔赴了第10届东方经济论坛，这无疑就释放出了更加重要的信号。显然，俄罗斯是要借助中国的资本和市场，把远东变成中俄合作的全新增长点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两国更是互通了民间交流的对等免签政策，这就不仅便利了旅游和商务往来，更是释放出了一种信号：俄罗斯要在社会层面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。对于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俄罗斯而言，更是堪称重返国际的重要一步。短短几天时间，普京既稳住了经济，又巩固了外交，还提升了形象。对比之下，莫迪在同一时间却显得手忙脚乱，也就难怪普京会成为中国阅兵场外的最大赢家了。金正恩出席大阅兵，李在明竟然着急了，公开谴责朝鲜是一个凶暴的邻居。李在明口不择言，谴责朝鲜的背后害怕的究竟是什么？中朝俄3国元首齐聚天安门城楼，对外释放的究竟是怎样的信号？这样的信号又会给朝鲜半岛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？古往今来，当3个世界强国的高级领导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注定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40年9月，德国、意大利、日本3国高级领导在柏林签署3国同盟条约。这个轴心国联盟的建立，直接把整个世界拖入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血海。1945年2月，英国首相丘吉尔、美国总统罗斯福、苏联领导人斯大林3巨头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，也彻底改写了战后世界的格局。直到今天，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仍然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着支柱般的作用。而在今天，当中朝俄3国元首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，注定也一样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。21世纪乃至未来几百年的全球格局都可能因此改变。李在明为什么要着急？因为他深深知道，这个中俄朝大三角一旦形成，韩国将处于一个极其尴尬和危险的境地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中俄朝3国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。朝鲜本来就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正式军事盟友，这自然不必多说。去年6月，普京和金正恩在平壤会晤，也和朝鲜达成了军事同盟。俄朝两边的条约明确规定，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并被推入战争状态时，另一方应立即利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。这意味着，谁敢动俄罗斯，就是对朝鲜宣战；谁敢动朝鲜，就是对俄罗斯宣战。而朝鲜同时跟中俄2国都有军事同盟条约，这就形成了一个铁三角。朝鲜有事就是中俄有事，中国或俄国有事，朝鲜也绝不会袖手旁观。这种3方互保的格局让朝鲜的腰板硬得不得了。俄乌冲突以来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种军事同盟的实质性。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和多方证实，朝鲜不仅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，包括炮弹、弹道导弹等重要武器装备，甚至派遣了上万名朝鲜士兵协助俄军。眼看着朝鲜和俄罗斯、中国亲密的不得了，韩国的地缘位置就越来越尴尬了。韩国的地缘位置究竟有多糟糕？它刚好卡在这个中俄朝大三角的正中央，与朝鲜隔着38线相望，与中国以海之隔，与俄罗斯也不远。一旦未来真的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，韩国必然会成为中俄朝3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交锋的最前线战场。
李在明能不着急吗？他比谁都清楚，一旦战端开启，首先被炸成废墟的就是韩国这块土地，首先流血牺牲的就是韩国老百姓。这种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让李在明夜不能寐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次9月3日的北京阅兵式不仅仅是3位领导人的简单会面，更是对外展示中国军事实力和团结意志的重要平台。中国的东风系列导弹、新型坦克装甲车辆，外加俄罗斯提供的核武导弹技术，加上朝鲜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精神，三者结合起来形成的威慑力量，足以让任何想要挑衅的势力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这种军事威慑的公开展示，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，中俄朝大三角已经成型，谁敢轻举妄动，就要承担无法承受的代价。这个新三角联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地区性的影响，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，一种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根本性挑战。当3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、核武器能力和丰富资源的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所能释放出的能量足以重塑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。李在明的恐慌不仅仅是因为韩国面临的直接军事威胁，更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，一个他所依靠的西方靠民主自由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，而一个全新的以东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正在像8、9点钟的太阳一样冉冉升起。面对这样的巨大压力，李在明该怎么办？常言道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韩国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向朝鲜服个软，主动缓和朝韩关系，甚至接受朝鲜在未来朝鲜半岛统一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，彻底转向成为一个亲俄亲华的国家。这才是李在明的上策，也是韩国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牺牲品的唯一出路。中国其实也给了李在明这样的机会和台阶。中方曾经通过外交渠道向韩方释放善意，希望韩国能够参加9月3日的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。这本来是一个绝好的缓和中韩关系、重新站队的机会。只要李在明肯放下架子，跟金正恩握个手，韩国完全可以从这个危险的漩涡中抽身而退，甚至还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分得一杯羹。可惜啊，李在明这个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善意邀请，甚至还响应日本首相石破茂的号召，公开抵制中国的阅兵式。你机会你不重用啊！更让人不齿的是，他接连窜访美国和日本，跟特朗普眉来眼去，跟石破茂称兄道弟，彻底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。这种做法不仅在外交上极其短视，更是对朝鲜民族利益的严重背叛。李在明的这次外访可是大有来头。8月23日，他先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，这打破了1965年以来韩国总统先访美国的外交惯例。随后，他马不停蹄地赶往华盛顿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。这种先日后美的访问顺序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。听听李在明的荒谬言论，就知道这个人有多么是非不分。李在明知道自己选择站在了发动过无数侵略战争，在全世界制造动荡的野蛮阵营一边，反而指责朝鲜是凶暴的国家。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？李在明的这些举动，用他自己的亲身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：韩国已经彻底做出了选择，彻底走上了与中俄朝大三角对抗的不归路。既然韩国选择了与世界文明的潮流作对，选择了充当美国霸权主义的马前卒，那么等待韩国的注定将是一条没有任何回头余地的死胡同。李在明这次访问美日，表面上看是在外交上寻求支持，实际上却暴露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。特朗普在会见李在明的时候，特别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希望李在明能够代为转达，他想要与金正恩重新见面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说明面对中俄朝大三角的强强联合，连美国这个超级霸主都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了。特朗普的这个请求充分暴露了美国人内心的恐慌和焦虑。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明，他们想要用撤销部分经济制裁的糖衣炮弹诱骗朝鲜放弃核武器，甚至希望朝鲜能够与中俄保持距离，重新回到孤立无援的状态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确实与金正恩举行过多次会晤，包括2018年的新加坡峰会和2019年的河内峰会，但这些会晤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现在特朗普重新执政，又想故技重施，企图通过个人魅力和经济诱惑来分化中俄朝联盟，但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金正恩会答应吗？朝鲜人民会答应吗？
伊拉克的前车之鉴已经血淋淋地摆在那里。朝鲜今天的核武器技术是用多少朝鲜人民的血汗换来的？是在朝鲜战争的炮火中锻造出来的钢铁意志，是在几十年制裁封锁中磨砺出来的不屈精神。现在美国人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想让朝鲜把这些用血汗换来的传家宝拱手相让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更何况事实早已反复证明，朝鲜人民和金正恩永远一条心。朝鲜人民不怕吃苦，更能吃苦。几十年的封锁制裁非但没有压垮朝鲜人民的脊梁，反而锻造出了朝鲜人民钢铁般的意志。就算美国继续封上朝鲜个180年，又能拿朝鲜怎么样呢？金正恩这次北京之行不仅仅是参加一个纪念活动，更是向全世界宣告，朝鲜的发展道路不会轻易动摇和改变，中朝俄三国合作的未来注定一片光明。任何想要破坏这种团结的势力，都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。9月3日的北京阅兵式将成为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。当世界看到中朝俄3位国家元首携手并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明白，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已经悄然形成。而那些还在做着霸权美梦的势力，是时候清醒了。当世界真正被文明解放的太阳照亮，人类就不再需要美国那座民主的灯塔。